最近，我翻开中国经济数据，被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给镇住了。中国琴行倒闭率达到 38%， 二手钢琴市场价格跌去 85%，10个琴行老板里有4个转行卖起了煎饼果子。这哪是什么钢琴市场遇冷啊，简直就是一场席卷全国的钢琴末日。要说这事儿还真是让人唏嘘。记得2021年的时候，全国琴行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21.8 万家。那会儿大街小巷都能听见琴声，商场里随便转转都能碰到3、4家琴行。每到周末，那些琴行门口都会摆出几架钢琴，弄个小型演出，台上坐着西装革履的小朋友，台下站着一群拿着手机狂拍的家长。大家都觉得这是孩子走向人上人的必经之路啊。可到了2023年，形势就彻底变了。工商注册数据显示，光是1线城市一年就注销了 8.2 万家琴行。你要说都是小琴行倒闭也就算了，连行业龙头都扛不住了。珠江钢琴2023年前3季度财报简直惨不忍睹，营收同比暴跌 31.47%， 净利润更是腰斩了 89%。这可是咱们国产钢琴的老大哥呀，居然混成这样。更惨的是海伦钢琴，这位国产钢琴二哥前3季度直接亏了9000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平均下来，这家上市公司每天都在亏损33万。而且最吓人的是，他们的库存积压已经超过15万台钢琴，按照目前的销售速度，光是清库存就得要3年。但这些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加速消失。有专家分析过，一个家庭要想供得起一个孩子学钢琴，年收入至少得在30万以上。因为光是一台像样的钢琴就得5至8万，再加上每年的培训费用，保守估计也得3至4万，这就占了一个普通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大半。不少家长透露，现在别说买钢琴了，连课都上不起了。杭州的小王就算了一笔账，他女儿1周2节课，每节课300块，1个月就是2400，再加上陪练费用500块，每个月光是学琴就得花将近3000。这要是放在前几年，他1个月工资2万多，花这点钱完全不心疼。可现在呢，公司开始裁员了，工资砍了一半，每个月到手1万出头，哪还敢这么造啊？这些数字看着吓人，但更让人心酸的是，我们每天都能在二手交易平台上看到钢琴甩卖的信息。我特意统计了一下，在某二手平台上，仅北上广深4个城市，每天新增的二手钢琴转让信息就超过3000条。更讽刺的是，一台原价 6.8 万的雅马哈钢琴，现在挂 1.2 万都没人要，连收破烂的都嫌占地方。让我们看看一组数据。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琴行年营收超过500万的钢琴教师平均数量是42人，每个教师平均每周能教授22个学生，高峰期一个琴行周末单日营业额能达到15万以上。但到了2023年底，这些琴行的专职钢琴教师数量直接跌到了平均12人，教师周课时量更是暴跌至 6.8 个，而且2/3的琴行已经无法维持周末营业。更触目惊心的是薪资数据。2019年，一个资深钢琴老师月收入能达到 1.8 万，现在能拿到5000就算不错了。据某人力资源公司统计，2023年有超过 68% 的钢琴教师被迫转行，其中 25% 改行做了网络主播， 18% 转去教幼儿园，还有接近 15% 直接离开了教育行业。这哪里是什么钢琴教育寒冬，简直就是一场席卷全行业的钢琴教师大逃亡。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钢琴销量同比下跌 65%，但传统民乐乐器销量
却同比上涨了38%。一台入门级古筝才3000多块钱，占地方小，还自带国潮属性，这不就是当下中产家庭最理想的选择吗？某全国性教育培训机构的内部报告显示，2022年之前，一个资深钢琴老师平均能维持35至40个固定学生，月收入稳定在 1.8 至 2.2 万之间。但到2023年底，这个数字暴跌至8至12个学生，收入更是跌至4000至6000元。更令人震惊的是退课率，2023年全年平均退课率高达 78%， 其中以准备中考、家庭经济困难和性价比不高为主要理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级数据的变化。2023年全国钢琴考级报名人数同比下降 85.6%， 其中8级以上考生跌幅最大，达到了 91.2%。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2022年教育部发布新政，取消了艺术特长加分政策。这一政策一出，立刻导致了全国约 26.8 万准备考级的学生集体放弃，其中约 3.2 万名已经学琴4年以上的学生被迫中断了练习，这些原本可能成为音乐人才的苗子，就这样成了教育政策变迁的牺牲品。回看2016年的数据，那年中国钢琴销量达到了惊人的 42.8 万台，占全球销量的 39.5%。当时的宣传口号是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钢琴大国。可到了2023年，全国钢琴销量跌到了 15.6 万台，跌幅高达 63.5%。这哪是什么钢琴大国，分明是一场巨大的泡沫在破裂。更让人心惊的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倒闭潮。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全国倒闭的音乐培训机构超过 8.5 万家，其中 90% 以上都开设有钢琴课程。很多机构老板直接人间蒸发，学费退不了，家长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血本无归。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高端市场反而没受什么影响。施坦威中国区的销售数据显示，他们40万以上的顶级钢琴，2023年销量不降反升，同比增长了 15%。这说明什么？说明真正的有钱人该买琴还是买琴，受伤的永远都是普通的中产家庭。某知名券商的研究报告都指向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中产阶级正在加速消失。2015年时，全国家庭年收入在35至50万之间的人群占城镇人口的 28.6%， 这个群体被定义为核心中产阶级。但到2023年底，这个比例已经跌至 12.3%。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所谓的核心中产中，有 68% 的家庭负债率超过 70%， 42% 的家庭已经出现月光现象。其实啊，钢琴市场的这场大崩溃远不是简单的消费降级能解释的，它反映出的是中国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场静悄悄的中产阶级消亡运动。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2015年时，我国符合中等收入家庭标准，年收入35至50万，拥有住房和汽车，能负担优质教育和年度休闲旅游的家庭数量达到3500万户，约占城镇家庭总数的 31.2%。然而，到2023年底，这一数字断崖式下跌至1800万户，仅占城镇家庭总数的 16.5%。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下降。根据某研究机构的预测，到2025年，真正能维持中产生活的家庭可能只剩1000万户左右。你说这算什么？这简直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阶级消失运动。一位从业20年的钢琴培训机构老板说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你知道现在的中产家庭像什么吗？就像是在走钢丝，脚下是无底深渊。只要企业裁员、房贷增加、孩子生病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他们就会立刻从中产变成月光，从体面人
变成饮贫人。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有458万个家庭因为各种原因停掉了孩子的钢琴课。这个数字背后是458万个不得不在生存和品质生活之间做选择的家庭。而且更讽刺的是，很多家长发现，取消了这些精英教育后，孩子反而更快乐了。数据显示，2023年 IT 从业者的生存现状令人堪忧，年薪50万以上的高级工程师比例从2021年的 28% 降至 11%， 其中超过 62% 的人经历过降薪，平均降薪幅度达到 35% 至 45%。在深圳地区的调查中， IT 行业的工资中产更是大规模坍塌，高达 78% 的家庭被迫缩减教育支出，其中取消艺术教育的占比高达 65%。 再看看2023年的教育数据，全国艺术考级人数同比下降 72%， 钢琴考级更是暴跌 85%。但与此同时，史坦威这样的顶级钢琴品牌在中国的销量不降反升。这说明什么？说明真正的贵族从来不会在意什么考级加分，他们学钢琴就是为了陶冶情操。而我们这些中产拼死拼活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到头来却发现是我们自己在演一场可笑的贵族游戏。有专家预测，2025年钢琴行业的寒冬还会继续。据说珠江钢琴已经开始转型做家具了，一些琴行改行卖电子琴，月收入反而比之前高了。说到底，这个行业的衰落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阶层固化。中国这些普通人就像是被困在一个巨大的笼子里，笼子外面是真正的上流社会，笼子里面是随时会坠入深渊的中产。他们拼命想学人家上流社会的样子，结果发现连一架二手钢琴都快供不起了。最后我想说，这个社会正在加速分化，那些真正有钱的人该买钢琴还买钢琴，该怎么活还怎么活。而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与其把钱都砸在一架钢琴上，不如好好想想，在这个经济下行的年代，我们到底还能为孩子做些什么？或许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精英幻梦，回归到更务实的生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在这个经济寒冬里，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